老板，我这串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马上来。来，您的串好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再烤10串羊肉串吧。行嘞，10个羊肉串啊。来，您的串，感觉味道怎么样啊？可以啊，挺好吃的。行，那以后常来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您好，您是周清月女士吧？啊，我是。您是？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您了，周总，跟我走吧。周总，您是在叫我吗？当然是叫您了。这里除了您叫周清月，难道还有人叫周清月吗？这位帅哥，我是叫周清月，但我就是个卖烤串的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或许有些事情您不知道，您的大伯就是世界首富，但是很惋惜，前不久他刚刚离世，根据遗嘱，您就是他的继承人。啊，这位帅哥，我没工夫跟您在这儿玩游戏，我还得忙着照顾生意呢。这张卡里是1000亿，是周董留给您的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银行里查一查余额。哎呀，这位帅哥，我真没时间跟您在这儿玩游戏，我真的得照顾生意呢。您该干嘛干嘛去吧啊！这张黑卡留给您，有需要随时打电话。我叫叶池，随时恭候您的召唤。哎，你这是准备收摊回家呢？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妈回家？哎，赶紧打住，可千万别叫我儿子，我呀马上就不是你儿子了。儿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不明白吗？我呀给儿子找了个新妈，年轻漂亮又有钱。他是谁？军哥，你这个老婆根本不懂什么叫阶级差异，你和他在一起啊，一辈子也脱不了身。离婚吧，你现在离婚，我马上让我爸爸把5000万的投资款打到你公司账户上。真的吗，小小？周清月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阶级的人。我是恒星集团的总裁，身价1000万，你呢，就是一个卖烤串的，对我没有任何帮助。我带你出去都嫌丢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李军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我呢，实在不想因为你耽误我自己的前程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赶紧把它给我签了，签了。嘿嘿嘿，周清月，我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赶紧去我家，把你东西给我收拾走，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我们走吧。呸！再见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还好意思回来？小军都跟我说了，赶紧啊，带着东西给我滚蛋！我哥已经说了，以后啊，不想再看见你这个黄脸婆。你要是识相的，就乖乖收拾自己的东西，赶紧滚蛋！滚滚滚！你去，你前脚找了新欢，后脚就把我扫地出门，你好狠啊！少跟我扯这些没用，赶紧滚，不然啊，我就报警！我自己会走，不用你们说。跟你们这样的人住在一起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周清月要是能让我们李家后悔，我李光就是一条狗。妈，我们走。走。
哎，这不是叫花子该来的地方，赶紧滚蛋！银行，这里是银行。这张卡里是1000亿，是周总留给你的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银行里查一查余额。你好，我是来查询余额的。您好，请问您要咨询什么业务啊？我来查询银行卡余额。周清月，怎么是你？你知道这是哪？这里也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我是合法公民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办业务？那么请问您是要办什么业务？我查询银行卡余额。哎呦，你兜里有几个钱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是不是阿军要跟你婚？你自己跑到我这找茬来了？阿军选择孙氏亲戚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赶紧来个人办理业务。哎，马小姐，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啊？我这就帮您安排。是我先来的，凭什么先帮他办理啊？先来后到，你懂不懂啊？你们银行怎么回事？这么一个穷酸的大妈都能放钱？看来我要考虑考虑要不要继续在你们银行办理。马小姐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处理。周清月，这不是你该闹的地方，你要再不走，我要叫保安了。我是来办业务的，我凭什么要走啊？是孙黑卡？不可能，只有市值过1000亿的人才能拥有至尊黑卡。他一个穷酸货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卡？我看你啊，一定是看错了。周女士，您方便我看一下这张卡？这真的是至尊黑卡，不会出错。不可能，整个海城至尊黑卡只有3张，他怎么可能会有？我劝你啊，最好查清楚。周女士，您方便我拿到那边核验？毕竟这事关重大，你随意。二位稍等，随便仿造个钻石卡、金卡就算了，既然连至尊黑卡都敢仿造，哼，愚不可及。那个人跟我无冤无仇，应该不会骗我。这是一张假的至尊黑卡。周清月，你伪造黑卡，这是犯罪。假的？不应该啊！哼，你也不瞧瞧你什么德行，就你也配拥有1000亿的存款？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嘿！嘿，我说，你不仅黑卡是造假，就连名片也造假。叶池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他可是北城叶氏集团总裁，一代商业霸主。他的你也配拥有？喂，我本来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周总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他们都在说我这张至尊黑卡是假的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什么？骗你？哪个混账说的？周总，您现在在哪？我在 INT 银行组。好，刚好我这里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居然连至尊黑卡需要特殊钥匙都不知道，还做什么业务？我非要去好好教训教训你！行了行了，
这假名片也拿了，假电话也打了，赶紧走吧。一只眼气眼累不累？我看着都累。叶池说他马上就到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？就你一个电话就能把叶池喊来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我叶池来了，我看谁要笑掉大牙。我看是谁要笑掉大牙。叶池见过周总。什么？周总？那就是周总。周总，这些人您想怎么处置，全看您的心情。算了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让他们走吧。正好我还有些话想问你。哎呀，给你听。哎，张静，怎么了？李娟，你那个前妻，她竟然有1000亿！什么？1000亿！我的老同学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就我那个黄脸婆，自从跟我结婚之后，就整天摆动他那个烧烤摊儿，他哪来的1000亿？你叫张娟是吗？你是不是上班太闲了？你可别逗我们了。要是那个穷女人有1000亿，我还是武则天呢。要不你先帮我查查？哎，我真没骗你们。好了，我看他就是上班太闲，逗我们玩，别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哎，哎呀，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呢？哎呀，真是急死我了！周总，您有什么话要问我？我姑且相信你，你不是告诉我说我大伯给我留了一笔财产吗？那他都有些什么产业啊？海城最大的企业，市值1万亿人民币的九州集团被周董全资收购，现在所有的股份已经转接到您的名下，您明天就可以去九州集团交接了。这是九州集团董事长的身份颁旨。海城最大的企业，九州集团。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当然不是，海城所有人都知道一位神秘富豪收购了九州集团。3天后，我会举办一场董事会，向海城所有的名流公开您的身份。还有这辆车也是周董送您的。周总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去九州集团帮你处理业务了。到时候，孙笑笑和李军也会去吧？李军，你为了区区5000万抛弃我，行，到时候不要后悔。什么？九州集团易主？什么？九州集团易主？哼！九州集团这次变动，整个海城的商机肯定会随之巨变。海城这是要变天呐！你明天就去九州集团，把我们孙家的传家宝千年赤灵芝送给那个大人物。马上准备厚礼。是。另外，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跟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。我们孙家能不能上市，就看这一次了。爹爹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太好了，属于我李军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周总，属下马上去请您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
没想到，曾经遥不可及的九州集团，现在居然是我的。哟，这不是海城第一黄脸婆吗？怎么，军哥把你给休了，不养你了？你到九州集团来找工作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李清月，你跟我离婚了，出来找工作是没错，可是你不该来这里。九州集团呢，确实是在招前台，但是人家的要求是30岁以下，气质形象俱佳。你呢，也不知道找个镜子照照自己，你配当九州的前台吗？谁说我是来应聘前台？李军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的事情你无权干涉，也不配干涉。李清月，你这么说有错吗？我这样说呀，是为了你好。你看看你，有学历，你有文凭吗？有经验，你有工作经历吗？哼，还来这里当前台？你不来应聘前台，难道你应聘董事长吗？就你这样的废物，在我恒星集团当前台，我都不用你，更何况是九州集团。军哥说的对呀，我们孙家可是九州集团的供应商。这样吧，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你美言几句，让你在九州集团有个扫厕所的工作。毕竟啊，这个可没有年龄限制。秦月，你听见没？还不赶紧谢谢小姐，在九州集团扫厕所，也比你在外面卖羊肉串去，还省得风吹日晒。你说这不？这么好的事，那你自己来这。我周清月今天来这是有自己的事情，轮不到你们两个在这指手画脚。周清月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，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求我复婚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是身家千万的总裁，你就是个卖烤串的，跟你在一起只会拖累我，你明白吗？帝君，第一，我不是跟着你过来的；第二，我今天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；第三，我嫌你们两个碍眼，还不赶紧滚！哼，简直不可救药！哎，等会儿，你说你来九州集团有事要办，你这一个破落的穷商户，能跟九州集团扯上什么关系？哦，对了，你该不会是来收废品的吧？废物收废品，正般配。周清月，做人啊要有自知之明，要脚踏实地。你跟我离婚之后，恐怕连口饭都吃不上了。哼，我们这么做都是在帮你。你不要狗咬吕洞宾，不领情。聒噪！你们两个是自己滚出去，还是我找人把你们请出去？周清月，你该不会是离婚离傻了吧？九州集团可不是你能撒的。小姐，周清月，你疯了！去贱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保安呢？有人在九州集团闹事，来人！谁呀？吵什么吵？孙经理，这就是你们九州集团的待客之道。这人敢打我，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打出去！九州集团不允许业务无关人员进入，请你马上出去。怎么现在什么人都能进九州集团？真是晦气！你确定不问问我是什么人？就把我赶出去！你一个卖烤串的能有什么身份？你看看，连这里的保安都是你望尘莫及的存在。不瞒你说，整个海城都匍匐在我们九州集团的颈下。在这儿，是龙你得给我盘着，是虎你得给我卧着，更何况你是一条狗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周清月，以前啊，大家看在你是我老婆的份上，还会给你几分薄面。可是呢，现在我们离婚了，你呢就是一只人人都可以捏死的蚂蚁。现在赶紧给笑笑道歉，笑笑
还可以考虑饶你，要不然等会儿切胳膊少腿了，不要怪我。叶池，赶紧下来！你还真是连装都不会装。你知道叶池是谁吗？他是北城叶家的大少爷，叶家幕后的掌权人。22岁带领叶家跨入国际，一介商业奇才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是侮辱。没错，叶池他可是我的榜样，只是到现在他的照片都还没有流出来。不过他这样一个大人物，怎么会来我们小小的海城呢？传闻啊，九州集团就是被叶池给收购的，你调查的还挺仔细。可惜啊，实力是硬伤。等我把我们孙家的传家宝献给叶总，我们就能和九州集团达成更深度的合作。到时候啊，孙家上市指日可待，而你永远都只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小小，孙家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提醒。军哥，你就放心吧。哼，九州集团是不会跟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合作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动手！把他双腿给我打断，扔出去！动手！陈经理，刚刚就是他在这儿闹事。陈经理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来给叶总献宝物的，这可是我们孙家世代相传的传家宝。等会儿见到了叶总，你可要美言几句。在这里闹事，惊扰了叶总，负得了责任吗？刚才就是这个臭烤串的在九州集团闹事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让叶总下来接他。这位可是九州集团销售部的陈经理，在临死之前见到这样的大人物，你也是死而无憾。没错，周清月，惊扰了叶总，你死定！哎呀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啊！这回连我都救不了你。您就是周清月女士，是叶池叶总派我来接您的，请。什么？哎，陈经理，他一个臭烤串的，怎么可能认识叶总？他是在骗你，请您相信我，他绝对是在骗你。没错，我可以证明。俗话说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可是我真的不想骗人，这个她是我前妻，我对她再了解。陈经理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没眼高低的东西，我开除了。陈经理，凭什么开除我？我可是全集权一位的集团呀！来人，带走。陈经理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陈经理，我为九州集团有这样素质低下的合作商感到很心痛。以后九州集团不欢迎孙总，您还是不要再来了。陈经理，你确定要维护他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九州集团御用合作商，你确定要为了这么一个人，驳了我们孙家的面子？孙家，孙什么东西？孙家80%的利润都是靠着九州集团挣的，一旦终止合作，孙家将立即破产。陈经理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是我罪该万死，是我不会说话，请您饶了孙家。九州集团是不会和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合作的。陈经理，从现在开始，取消和孙家一切的利益往来，已经开始和正在进行的项目全部停止合作。孙家休想再挣九州集团一分钱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把他们给我押起来！你们竟然也敢对周总不敬！放开我！九州集团刚刚易主，你陈经理销售部的位置怕是不好做吧？刚才还编了一个让叶总下来接他的谎话，要是让叶总知道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！我劝你早点放了我，不然等我见了叶总，饶不了你。你来的正好，陈强刚才说周清月认识叶总，你快去告诉叶总。周总，
周总，我是叶总的秘书，特地来请您上去。你们九州集团的人是不是都傻了？为什么把一个臭烤串的人当座上宾？你算了，不与蠢货论长短，我们走吧。请。放开我！小九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群蠢货，难道还能翻了天不成？我看啊，肯定是那个周清月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巴结上了陈强。我们现在就去见叶总，献上我们孙家的传家宝。等我们见到了叶总，那个陈强还算个屁呀！没错，这九州集团刚刚易主，现在正是大换血的时候。我看这个销售部的陈强必将会首当其冲。等我们见到了叶总，迟早弄死周清月这个贱女人。董事长，以后我就是您的贴身秘书，有任何事情您尽管吩咐。因为是您大伯的命令，只能在董事会上向众人公布您的身份，说是这样能让您看清身边的真实面目。今天就先委屈您了。叶总，孙氏集团的孙笑笑和恒星集团的李军求见您。我们九州集团是不会和这种素质低下的垃圾企业合作的。周总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，去吧。是。你们两个还在这里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滚！你一个小保安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是九州集团的供应商，我还是来给你们叶总送宝物的。笑笑，在九州集团面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董事长说了，我们九州集团不和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。什么？他说的话竟然跟周清月说的一模一样？那又怎么样？不还是一群废物？周清月，都怪你这个乌鸦嘴，坏了我的好事。你还是留点力气，好好想想破产之后该怎么办。轰出去！周总慢走。笑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就在这儿等着，要不了多久，周清月也得被赶出来。豪车？周清月哪来的钱买车？难道他真的跟叶迟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这是真的的话，我还没跟他领离婚证。那怎么可能啊？你跟他结婚那么多年，他要是认识叶迟这么大的人物，你不早就知道了？也是，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黄脸婆。不过他哪来的钱买豪车？军哥，他是不是偷你钱了？这成为首富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？当然是买房了。这离婚后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艾玛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嫂子？哼，什么嫂子呀？那个黄脸婆，你哥已经跟她离婚了，就差领证了。走。那一栋。周女士，您在这上面签字，房子就是您的了。妈，这里的房子最少也得1000万一套，他不会是过来买房子的吧？走，跟我去看看。这是您的房产证。你这个被我儿子休了的贱女人，把钱给我交出来！什么钱？姓周，你装什么？你哪来的钱买房买车？肯定是偷的我哥的。
没错，你花了我儿子这么多年的钱，你现在跟我儿子离婚了，你凭什么花我儿子的钱？我没有花过李军1分钱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他。妈，这个贱女人她不识抬举，要我看，咱们得自己搜。对。你个没有教养的东西！你妈不会教你，我来替她好好教教你。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你小叔子！我就是看在你是我小叔子的份上，你在外面欠了赌债，我来替你还；你在家犯了错，我替你背黑锅。可是你呢，依旧每天对我冷嘲热讽。现在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个小贱人！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今天竟然敢欺负小叔子和你婆婆！把房产证还我！不给！房产证在我手里边，房产证是我们家的。没错，还有外面停着那辆车，那也是我们家的。你呀，还想从我手里边给抢走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刚才已经给我哥发过消息，等他到了，看他怎么收拾。我再说一遍，把房产证还我！不给！周清月，你偷了我的钱买车买房，现在还敢对着我妈跟我弟叫板不成？李俊，我真是奇了怪了，我什么时候偷了你的钱？你又凭什么说是我偷了你的钱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我账户里的钱全都不见了，不是你偷的，还能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偷我的钱，那是在犯罪，而且我已经报警了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要是你把所有钱都给我交出来，并且呢，向我妈和我弟道歉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饶你。没错，哥，就是他偷的，他刚才还打了我。我现在就要他我下跪，磕头给我认错，然后再把钱还给我。没错，你还不赶紧下跪！哼，真是可笑。李俊，你丢了钱，凭什么说是我偷的？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花过你1分钱？那又怎么样？我李家供你吃供你喝这么多年，你不花我的钱，那是应该的。李军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，你们一家都让我觉得恶心，一堆垃圾！你个小贱人，还敢对我们大吼大叫！你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听到，给我跪下！就你们也配让周总跪下？没事吧？执法同志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偷走了我哥的钱，快抓住他！没错，这种贱人就该给当地，千万不能轻饶了他。真相我们会调查清楚，你们只需要配合我们的工作就好。就你们也配让周总跪下？周清月从哪儿勾搭了这么个人模狗样的小白脸？你就是恒星集团总裁李军，周总的前夫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周总偷你的钱？没错，他买车买房的钱都是偷我的，一定是。据我的调查，你的总资产在2000万左右。当然，我儿子那可是恒星集团的总裁，那身价1000万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那可不是周清月那小贱人能比的。没错，2000万，就这个黄脸婆，10辈子都赚不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破案了。李先生丢钱一事和周女士没有一点关系。虽然不知道周清月是怎么把你勾搭过来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说话要讲究证据，不是你3言2语就可以掩盖事实的，懂吗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
周总停在门口的那辆车，就价值1500万，你恐怕舍不得买吧？1500万。周女士刚才买的呢，是我们天府1号的别墅，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吧？那可是我们海城最豪华的别墅，价值5个亿。5个亿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5个亿买豪宅的人会偷你的区区2000万。李先生，不是我贬低你，就你那点资产，还比不上周总的零头多。所以说，这事实和证据，你买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女人在跟我离婚之前就是个卖羊肉串的，她哪来这么多钱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货，还有那2个所谓的警察，都是你找来演戏的演员，骗我是吧？李先生，这就和你没关系。我呢，热心帮你查了一下，你的弟弟李光先生上周欠了赌债2000万，昨天才刚刚还清。至于你说丢钱的事，我想你应该问他。小光，我的钱是你偷的？不是我。执法同志，我状告李军先生和李光先生陷害周清月女士，意图合伙诈骗2000万元，这是证据。我方拒绝调解，直接起诉。哥，都怪我赌博还欠了赌资，我要是不还钱给他们，他们就要杀了我呀！救救我！我不想被抓走，你救救我呀！你儿子，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，你得救救我们。周女士，这是您的东西，谢谢您啊，执法同志。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哥，救我！哥，救我呀！哥，儿子，你说话呀！儿子，周清月，你故意报复我是不是？就因为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就把我妈跟我弟都送进监狱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这都是他们自找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他们今天不来找我的麻烦，他们也进不了监狱，不是吗？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妈和我弟！哼！啊！我现在是明白了，我说你怎么突然同意跟我离婚呢？原来是勾搭上这个小白脸。哼！这位先生，我呢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你一句，就这个女人，结婚之后只会洗衣服做饭，什么都不会，在家只会唯唯诺诺的照顾我们家人，她就是个废物。李先生，我们的事情就不劳你关心了。你妈和你弟可还在监狱里等着你去救？好，周清月，你刚跟我离婚，就跟这个小白脸勾搭在一起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行，你做得漂亮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服役。呸！李军，我倒是想要问问你，在咱们俩还没离婚的时候，你就跟那个孙笑笑勾搭在一起，你有良心？你对得起我吗？可笑！你这个贱人跟我能一样吗？我那是为了事业，你呢？周总，希望您不要责怪我自作主张。没事。哎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是来找您商量事情的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周总，九州集团正在筹备一项斥资80亿的欢乐谷项目，这是项目规划效果，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看没什么问题。好，那我去准备相关事宜。
哦，对了，海城与建筑相关的企业都在争取这个项目。现在楼下大厅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不用了，这件事情全权交由你处理。好，周总，那后天的董事会，一是公布您的身份，二是确定欢乐谷项目的合作伙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华，你说咱们这次合作能成功吗？这九州集团刚刚易主，就抛出来一个80亿的大项目，咱们只要能合作上，从中间扣下来这么一小块，那就够咱们赚的了。李总，咱们恒星集团的实力，九州集团一定会看到的。没错，咱们恒星集团要是能跟九州集团合作上，那我们恒星集团可就要一飞冲天了。周清月，周清月，你跟我跟得够紧的呀，都跟我到九州集团了。周清月，你已经跟我们李总离婚了，我知道你很不甘心，毕竟李总是千万集团的总裁，而你只是一个卖肉串的黄脸婆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早日看清现实为好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跟我到这儿来，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复婚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是想说呀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你别自作多情，这样真的很丢人。你看你还不承认，嘴挺硬是吧？自从我跟你离婚之后，你就处处针对，给我找麻烦。先是找了一个小白脸陪你演戏，然后又把我妈和我弟送进监狱。你这么做，那不就是为了让我跟你复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你得逞。我们李总马上就要和九州集团合作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整个海城都要匍匐在他的脚下。以他的实力，注定是要站在云端，受万人敬仰。而你，只是一个街边卖羊肉串的普通人，根本就配不上李总，只会成为他的累赘。你们也是来求欢乐谷项目合作的？行啊，周清月，调查的这么深入，哼，怎么你想来搞破坏啊？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。还有，你在我卧室里那些什么衣服啊、裙子，你趁早都收拾干净，笑话我全都给你扔。看见你就让我觉得晦气，本来我信心满满过来等通知，结果碰见你了，又给我惹一脑门的官司。算了，回去等消息。呸！哼！李俊，到了董事会上，就一切都清楚。我希望你不会太后悔。叶秘书，怎么了？周总，恒星集团的李军来要求合作，先要求5000万的分红，您看要同意？答应他们吧，就当是我留给小杨的补偿。好的，后天我会在董事会上公布此事。对了，麻烦你跟执法队说一下，放了李娟的弟弟和妈妈，不要再为难他们。我不想跟他们家有任何纠缠。晦气。好的，周总。周总，我了解到您和李军先生还没有领离婚证，这件事情需要我帮忙处理一下吗？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解决好的。周清月，难道你对他还余情未了？看来还得我帮一把才行。周清月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不是你让我回来收拾东西的吗？笑笑都跟我说了，就是因为你得罪了九州集团，我们才会那样被人赶出来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们的合作废了？李军，我们都结婚20多年，你怎么就这么相信孙笑笑的话呀？我不相信能帮助我的笑笑，
难道相信你这个黄脸婆吗？就是因为你，我现在要去求笑笑。你知道我损失有多大吗？我就是九州集团的董事长。李军，看在小杨的面子上，你有什么要求赶紧说吧，我都满足。我知道你不是一直想去九州集团董事会吗？这是邀请函，你可以带儿子一起去。哼，你是九州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怎么不说你是王母娘娘？哼，都什么事，还撒谎骗我！你知不知道？现在外面都怎么说我？说我李军娶了一个扫把星，你毁了我的家庭，毁了我的事业，你毁了我的一生。现在离婚了，你还来拖累我，你简直是我李军人生中的污点。到这时候，你还假惺惺的拿合照干什么？李军，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没领离婚证。怎么，想用这种办法不跟我离婚是吗？我们离婚吧。你跟我离婚？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去九州集团董事会吗？这是邀请函，就当做是我给你和小杨的补偿。哎呀，本事没长，这撒谎的水平倒是长了不少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我本来想在董事会上向你坦白这一切，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。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离婚，那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呸！好，好看吗？我老婆真是太漂亮了。阿俊，我们一起拍一张合影吧。哎，哎，你看你又闹，我要还回来。这回你比我好看。真的吗？来，我再拍一张，一人有一点。阿俊，你说咱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吗？当然了，老婆，我这么爱你。李军，20多年了，怎么会是这样？真是可惜。周清月，我们现在离婚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我不希望我儿子有你这么个撒谎成性的母亲。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，远离我和我儿子的世界。军哥，我来接你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啊。这不是那个臭烤串的吗？你终于有自知之明，跟军哥离婚了。过段时间我和军哥就要办婚礼了，只可惜像你这样的 low 货，连参加婚礼的资格都没有，以后半辈子就等着孤独终老了。周总，这4位是我为您挑选的未婚夫人选，希望您这次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要再把榆木当珍珠了。周总好。周清月，你搞什么鬼？周清月，你什么意思？就这么一个小白脸还不够，你还找4个？你故意气我是不是？李先生，你要是想来讨一杯喜酒喝，我们周总自然是欢迎的。
毕竟我们不像某些人的行为令人作呕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我可是孙家大小姐，你竟然敢骂我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竟然打女人！我只打蠢货，不分男女。孙氏集团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个小白脸，我打死你！到此为止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好。你配周总，高攀了。这个贱女人，气死我了！还有她身边那个小白脸，到底什么来头？等我查出来她是谁，非要让她死于葬身之地。还有周清月，找一帮野人来，以为就能压过我？还周总，我呸！小九，你说九州集团的邀请函有没有可能作假呀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九州集团的邀请函上面都有特殊红章，根本伪造不来，一般人也不会伪造的。如果被九州集团发现，势必会被九州集团永久封杀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伪造邀请函和自己找死没什么区别。可是我刚刚看他们的车牌号，好像真的是九州集团的车。什么？周清月，周清月，你果然是个大骗子！什么九州集团董事长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！呸！君哥，你别急，明天九州董事会的邀请函我已经弄到了2张，明天我就带你一起去。果然，娶笑笑才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好的，宝贝儿。董事长，为您召开的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过去吧。嗯。你好，请出示邀请函。真是，本小姐难道还能少你2张邀请函不成？请进。周清月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看你就是找死！小小，你真是好笑，非得挨一巴掌才老实。你竟然还敢打我！对周总不敬者，挨打！你这个小白脸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代价！哼！周清月，你找死啊！赶紧给我松手！董事会期间禁止大声喧哗，否则取消资格。小小，算了。哼，周清月，你还不死心？你知不知道，没有邀请函的话，你是进不去九州集团的。今天是九州集团新任董事长的任职会，你们2个，一个是卖烤串的穷鬼，一个是演戏的小白脸。我看啊，你们2个连新邀请函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爹，你该不会是想拿这2张假的邀请函混进去吧？我告诉你，九州集团是不可能允许的。这是董事长亲手写的特级邀请函。什么？这是董事长亲手写的？是的，董事长亲手写的，就2张。你怎么会有特级邀请函，而且还是2张？你知道特级邀请函意味着什么吗？只要有了它，想要跟九州集团合作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。可是，这2张邀请函是周清月给我的呀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有特级邀请函？而且他就算有邀请函，给你干嘛？算了算了，赶紧走吧。周清月，
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感觉你如此陌生？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是周清月，一直都是。本次董事会由九州集团举办。九州集团在不久之前刚刚易主，想必大家都很好奇，九州集团的新主人会是谁？太好了，终于有机会见到叶池本人了。他可一直都是我的偶像。不知道如此功成名就的总裁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当他的贤内助？叶池这次从京城回来，想必是海城有吸引到他的地方。我们只要跟着他的脚步赚钱，那不是轻轻松松的吗？没错，叶池啊，22岁接手叶家，从此之后，他投资的每一笔钱从来都没有失败过。就是不知道这小小的海城，他到底看上哪儿了？反正呀，我来之前，我爸爸叮嘱一定要跟他搞好关系。我们孙家上市的事情全靠他了。陆清月，告诉我虽然跟你离婚了，但是今天参加董事会的都是海城的大人物，你在后面不要给我捣什么乱，以免连累到我，听见了吗？周清月，这不是李总卖烤串的前妻吗？是啊，看来李总对他前妻还是旧情未了啊。九州集团董事会都舍得带他来，得了吧，肯定啊是李总带他出来见见世面。臭烤串的，光是听到叶总的名声，吓得腿都要软了吧？小白脸，你笑什么笑？现在有请叶池先生上台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是叶池？你是九州集团的新任董事长？抱歉，让各位失望了。九州集团新任董事长另有其人，而我只是他的秘书。能让叶氏总裁做男秘书，这董事长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孙氏子孙德行有失，就应该让他付代价。你在外面闯了什么祸？现在九州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封杀我们孙家，你究竟得罪了谁？爸，不是我，是叶池。叶池你也敢得罪？今天如果你得不到他的原谅，就等着孙家破产吧！完了，完了，全都完了。李俊，现在你可后悔了？周庭月，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报复故意接近叶池，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是，我跟你离婚了，你恨我，但是我这么做有什么错？李俊，你的意思是你婚内出轨是我的错了是吗？够了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要是真的想挽回我，就不要带着别的男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况且用这种方式来刺激我挽回你？那孙校长呢？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，你们就在婚内纠缠不清。你这么的不尊重，你怎么会认为我周清月会挽回一个不尊重我的男人？哎，周庭月，我这么说呢，也是为了你好。叶池这样，你把握不住，你跟他的差距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哼，
你就是一个黄脸婆。你以为他会真的喜欢你吗？他跟你不过就是玩玩罢了。李娟，你为什么总这么自以为是？凭什么高高在上，看不起我？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你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这么趾高气扬的看不起我。你现在让我觉得你真的可陌生了。周青玉，你非要在这个场合说这种事情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为什么高高在上的看不起我？好，青月，我问你，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看得起你的？哼，今天在座的所有人，哪个不比你有本事？我是恒星集团的总裁，这叶池年纪轻轻就有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哼，九州集团的董事长，那更是神仙级别的人物。你跟他，那就是云泥之别。不光是他，这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哪个不比你高一个层次？你知道吗？我宣布，九州集团新任董事长是周清月女士。开玩笑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是九州集团新任董事长吗？李先生，我说你比他高攀了。不被他给骗了，那是假的。陈经理，你说什么？二位同志，我是九州集团销售部经理陈强，在他们身边忍辱负重，潜伏多时，终于收集到了证据。我指证周清月冒充九州集团董事长。带走。董事长，就你也配？不配！明月，我劝你还是承认罪行。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李阳以后背负一个诈骗犯儿子的称号。虽然我跟你离婚，但是我希望你负起责任，给儿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。九州集团董事长班主任，谁敢造次？九州集团董事长班主在此，谁敢造次？这可是九州集团董事长才有的班职。这班职都出现了，这董事长的身份肯定是确定的了。简直难以置信，他竟然真的是九州集团董事长。那他已经和李总裁离婚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追求董事长了呀？周清月，你真是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弄这么一个假班职过来欺骗大家，你到底有完没完了？没错，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周清月，你真是骗人成性，没有下限，毫无廉耻。所以你要怎么拿这个扳指证明你自己的身份是真的呢？这个扳指是不是你偷的呢？你要怎么证明这个扳指不是你偷出来的？就是你一个臭卖串的，怎么可能会有真的扳指？我看这个就是你伪造的。各位，我在九州集团待了足足20年，董事长的扳指长什么样子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这个分明就是假的。陈经理可是看着九州集团发展起来的，他的话准没错。就是，还敢冒充董事长，
我看呐，肯定是收废品的吧？什么破铜烂铁的都敢往回捡，冒充至高无上的董事长班人。我看呀，就是周清月想在前夫面前显摆吧，好让李总回心转意。但是没想到，让陈经理发现了这骗局，带执法队来抓人来了。你们，哎，执法同志，赶快给他带走吧。他这种人就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，免得弄脏了我们的眼睛。是啊，我们的时间很宝贵，论秒算。真是晦气！执法同志，把他带走，赶紧啊，把他送牢里去吧。等等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马上给我一份周总和老周总的 DNA 检测报告，3分钟之内我要拿到。是周总。这是海城最权威的医院出具的血缘鉴定报告，经鉴定，周清月与周海血缘概率为99%，确认周海为周清月生物学大伯。这是真的呀！这是真的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DNA 报告书，这随随便便伪造一份，不是轻而易举的吗？陈强，说大话之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叶迟啊叶迟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。这么伟大的先夫卖力，细做全套，还真是专业。就是，又是 DNA 检测，又是扳指，你们道具还真是齐全。我刚才差点被你们诱骗。老周总遗嘱在此。自证明本人周海离世后，九州集团董事长之位由我侄女周清月继承。特此证明。这好像是真的。原来老周总早有安排，我们啊还是太愚钝。什么？老周总竟然真的是他大伯？周总，这一切都是程巧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求您放过我，放过孙氏集团。要是让我爸知道孙氏集团破产，他会打死我的。周总，求求你放过我，周总。孙笑笑，你很想要这次机会吗？想要。周总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下辈子再给你这次机会。滚开！叶子，陈强是吧？怎么了？你现在涉嫌诈骗、行贿、受贿，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逮捕了，带走。是。执法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什么了？证据确凿，有什么话到执法所里再说。执法同志，我真的是冤枉啊！我是一个良好公民，你们不能让公民寒心的。带走。走。我问你们给我等着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清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这段时间我太一意孤行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给你看，证明我在事业上可以有一番作为。清月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清月。李军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但你始终不相信我，还拿孙笑笑那个女人来羞辱我。李军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吗？清月，不是的，我还爱你的，我们好好谈。就算你不为我着想，你也为我们的儿子想一想。这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！让我们回到以前的日子吧。哎，清月，这不也是你一直以来希望的事情？我爱你，清月，跟我回家吧，回到我们的家，让我们回到以前的日子，好不好？李军，
醒醒吧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了。哼，清月，为什么我这么蠢？清月，叶芷，你这是？清月，那个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如果你不嫌弃我，我愿意。你早知道我要说这个，但是我离过婚，还有个孩子。叶芷，没关系，只要两个人是真心相爱，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。感情上的事，我们结婚之后可以再慢慢培养。我相信我一定会是一个合格的妈妈，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都怪你，妈妈，早上睡过头了，你怎么比我还懒，耽误我转学。哎，小雨，妈妈太困了，你就别批评妈妈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这一大早都没收拾，就陪你去办转学手续了。你今天要是考个年级第一，妈妈奖励你一个大礼物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，妈妈？不过像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学生，考个年级第一还不是轻轻松松？不过妈妈，你能奖励我什么呢？妈妈带你去吃大餐。好，吃大餐。走吧，宝贝，妈妈带你去看看给你订的学区房怎么样了。走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咱们楼盘来了一位大人，来提房子。你身为领班，一定要给我打起12分精神。好的。敢惹了那位大人物不开心，我要你好看。听懂了吗？懂了。算了，没人接。走吧，宝贝，我们进去吧。好的。走。啊！你们两个干什么来的？没看到这是顶级豪宅东城半岛安庆港的售楼处吗？闲杂人等不准入内，请回吧。我们是来提房的，不是什么闲杂人等。我今天是带我儿子来选房子的，麻烦您二位让我们进去吧。你不是叫周清月？老李，你认识他？岂止是认识啊，你是他家肉客的老客户了。啊，原来是卖肉串的。你们胡说，我妈妈可牛了。可牛了！烧烤西施，你家的肉串发财了？爸，是不是要开分店了？哎，老板娘，不管你是卖肉串的还是卖炒饭的，这儿都不是你带着孩子该来的地方，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蔡总监联系过了，今天是过来选房子的。看，这是提房许可证。这好像是真的呀，上面竟然还有蔡总监的印章。我看看，还真是啊。但是看你这身打扮，也不像是什么大人，倒像是去菜市场买菜的大妈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能放我们进去了吗？对，两位叔叔，你们现在能让开吗？我们要进去。进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大中午的吵什么吵？哎，队长，这对母子拿着蔡总监的提房许可证，说来提房子，这要进去，你给看看吧。
这是一张假的提防许可证啊！切！你们两个瞎吗？真的假的都分辨不出来？假的？假的吗？上午，蔡总监刚刚通知下来，说是有一位大人物要来看房子，让我们打起12分的精神。你看他穿的土不拉几的，定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了小道消息，还造了一个假的许可证来骗房子的。哦，队长，你这句话倒是点醒我了。他家是卖肉串的，说不定啊是给楼房送外卖的时候偷听到了什么消息。对，他就是一个普通卖肉串的，结果来到了他不该来的地方。哼！我说老板娘，你还是乖乖回去卖你的肉串去，别给我们添麻烦了，这样大家都省事儿。至于你伪造许可证的事儿，我们就当没看见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们真是太欺负人了！这个提防许可证明明是真的，你们非说是假的，竟然还拿来当卫生纸用！你们不想想，万一这是真的，你们不都完蛋了吗？小子，就你这么要能弄来真的许可证，那我儿子就得住皇宫！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们真是狗眼看人低！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售楼部的保安素质太低了，该换血了！哎，你他妈的！别冲动！老板娘，我们队长都已经网开一面了，放你，你别不识抬举，配合我们工作好吗？臭！你要是再敢胡搅蛮缠，我就对你真的不客气了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们蔡总监，让他亲口跟你们说。他才能认识蔡总监。你们两个别被他给唬着了。蔡总监可是本地知名的高端房产销售加教育专家，但凡有孩子，谁不认识他？倒是你在这儿扯虎皮拉大旗，真的哥几个好忽悠呢。队长说的对，但凡他要是有本事，能联系到我们蔡总监，我就蹲下来学3声狗叫。你要是联系不上，这可就是寻衅滋事了。这样，你呢，他在这儿学3声狗叫，那是只能过去，不然我就报执法去抓你们。妈妈，蔡总监接电话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没人接。怎么样？是选择听狗叫，还是选择跟执法队呀？叫！记住，一定不能懈怠，干扰了那位大人物不痛快，就立马给我滚蛋，我绝不留情。是总监。我去接待今天下午刚调来的聂总监。去忙吧。周总给我打电话了。周总，您听儿子已经到了吧？怎么样？选择好没有？学狗叫！学狗叫！学狗叫！你们几个当着孩子的面，真是不要脸！能怎么样？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搞笑吗你？喂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我刚在开会。您和你儿子已经到了吗？到是到了，不过现在什么？周总，您但说无妨。你们门口的几个保安说我的提防许可证是假的，还拿他擤鼻涕，还说要把我和我儿子抓到派出所。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？什么？周总，您现在把手机给门口那几个保安，亲自给他们说。蔡总监让你们接电话，这演戏还演得有模有样的，连假的蔡总监都准备好了。喂，大骗子，连我们蔡总监你都敢假吗？
你是上杆子找死了吧你？刘志恒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还敢拦我们销售部的贵客？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蔡总监，真的是你啊！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你别往心里去啊！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！现在立刻请周总办公室放行，然后立刻到我办公室来结工资。和门口那2个保安都给我滚！你们都被开除了。队长，这真的是蔡总监打来的吗？你这妈的！你们2个可把我害惨了，我害死你们了！这位女士，刚才都有冒犯，我现在向您赔礼道歉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一会儿见到蔡总监，麻烦您帮我说说好话。我全家人都靠我这份工作生活的，我不能失业呀！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你们不是要我妈妈学狗叫的吗？还学吗？不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赶紧给我跪下学狗叫，快点！不是他学，是你学。我学，麻烦你一会儿见到蔡总监，一定帮我每天几句，我得留住这份工作呀。是啊，周姐，咱这哥几个都是打工的，都不容易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一会儿我们叫过之后，请您务必要放开一点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！快跪下，快跪下！算了。喂，蔡总，让他们几个停薪留职，再观察观察。没问题，周总，都听你的，我这就去。您真是大人有大量。您的鞋咋了？我帮你擦擦鞋吧。不用了，我还着急带我儿子去选房子呢。请。妈妈，我有点困了，我想去那边的沙发上休息会儿。好啊，那走吧。你去那儿休息吧，去吧。周总，今天在门口啊，真的都是误会。我明明已经警告过他们了，让他们好好招待，结果又把事儿给我搞砸了，真是给我找麻烦。没事儿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只要小雨能够开开心心的成长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们去办手续吧。咱们去办手续吧。周总放心，我们东城半岛安晴港的楼盘配套，在整个东城都是首屈一指的，一定让您一家人呐住得舒心。只要小雨能够喜欢这儿，我一定会对你们的开发集团进行追加投资的。就凭您这句话，我一定把您一家都当成亲生父母对待啊！只要您有什么需要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给您掏平了。不错不错，挺上进的嘛。那我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没问题，周总。对了，周总，您儿子小雨没跟您一块过来啊？我们一起来的，只不过这孩子呀有点累了，找地方休息去了。我懂，小孩子嘛，一定是玩累了。实在对不住，周总，我今天吃坏东西了，我现在还疼得厉害。那我们自己逛逛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好。哎呦，感谢周总理解啊。小雨，来。哎呀，小雨，怎么样啊？睡好了吗？好多了，妈妈。我们去选大房子吧。好啊，妈妈带小雨去选一个大房子，然后小雨在房间里摆满了你喜欢的手办呀，模型啊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一起去选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房子去喽。走。哇塞，好漂亮的房子！妈妈，你快看，这些房子好漂亮啊！这儿的房子呀，不仅漂亮，而且都是现房，
可以拎包入住。那小孩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肯定又是光看没钱买的穷人。我们安晴港的房子当然漂亮了，不过呀，这俗话说得好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买得起的。哎，还是二位高端人士才有能力购入。哼，这话我爱听。想必你们安晴港的住户应该也都是上档次的人吧？那当然了，全都是高端人士。您要是买了我们安庆港的房子，您以后的高端社交肯定少不了。说不定下楼遛个狗就能谈成一笔大生意。哇，老公，就买这儿吧。当然可以，而且啊，我还是咱们新任的售楼部总监，还能拿个内部折扣呢。小点声，你不是说今天刚上任要秘密视察吗？别让人家知道。妈妈，我们也买吧，一定要买个最好看的，好不好？你们也配？好，小雨喜欢哪一套，妈妈就买哪一套。我喜欢那个。行，那咱们就买那个。这个也很漂亮。哎，别碰，疼！售楼员小姐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打我儿子？来，咱们这边请。这片区域啊，是整个户型的核心，也是咱们的精华所在，正好啊，适配二位这个高端人士的身份。至于你们两个过来蹭空调的穷鬼，还是赶紧走吧，不然碰坏了东西，8辈子都赔不起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你们又搞区别对待是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。你不会是捣乱不成，想找茬吧？哼，售楼员小姐，今天我是跟我儿子来买房子，你不但不接待，还恶语相向，这就是你们售楼部的待客之道吗？真没素质！没想到安晴港这么高端的地方，也有你这种穷鬼骚的。就是，真掉价。我们安晴港接待的客户都是达官显贵。这来来往往的，不说开个保时捷，起码也带个劳力士什么的。你呢，什么都没有，进来连个妆也不好好化一下，还好意思进来让我招待你，你配吗？哼，说得好，这种上档次的地方，却应该和你们这种穷酸货拉开距离才行。好一个拉开距离！你们真的是把以貌取人、嫌贫爱富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小弟弟，我要是凉快够了，就赶紧走吧，不然一会儿碰坏了东西，你妈妈可是要赔钱赔到坐牢的。你也不想以后再也见不到你妈妈了吧？别说我妈妈没钱了，我妈妈有的是钱。对，哼，我再重申，我们是来买房子，钱我管够。其他的事情，你们给我照办。对于你们这种底层的人来说，万倍当然算得上是没钱，但估计连安晴港的一块地板砖都买不了。那如果我说我能全部买下来，你说你要全买下来，那我这售楼员不当了，我干脆给你儿子当一辈子免费保姆，怎么样？得了吧，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得舒舒服服、自在的很。我才不要这个势利眼的保姆来照顾我呢！你说什么呢？你这个臭小子！我说你是个势利眼！别！你怎么教的孩子呀？你老公是死了还是能话？教出来这个满嘴恶臭的野孩子！售楼员小姐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骂一句试试。大姐，你这个人没钱没势也就算了，干嘛为难一个小姑娘？哼，我为难她，她敢当众羞辱我儿子，我没打她就算仁慈。简直是泼妇，还要动手打人！我告诉你，刚才这个小姑娘给我介绍房子，我很满意。今天有我在这儿，你要是再敢为难她，
我就找人把你们扔出去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撑腰。老公，你真好。看到没有？这上流社会的富婆和底层的黄脸婆，真是差别巨大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上流，什么是底层。你们马上就会知道。我看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还飞起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售楼部禁止打架斗殴。啊，王经理，这对穷母子不仅来蹭空调，还影响我服务其他的客人。这我好像没看错，这个好像是芝加哥 AJ， 卖出480万，你说？莫非他们是故意笨熊的？对，他们八成是故意笨熊的。什么意思？还想不想干了？穷人就不配买房子了？是谁教你这样狗眼看人低的？谁教你这么奸诈恶毒的？王经理，我错了。这位女士，您也别太生气。我给您准备一些我们楼盘的礼物，马上给您送过来。一会儿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快准备去！是。王经理，我现在有资格买你们安晴港的房子了吗？当然有，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区别对待。您啊，放100万个心。王经理，我劝您再慎重考虑一下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这房子我们不买，我们才不愿意和这种穷人住在一个小区。两位，你们看到孩子脚上穿的那双鞋了吗？款式熟不熟悉？刚才我确实没注意，这难道是芝加哥 AJ？ 对，就是那双被拍卖到480万的球鞋。于是，这都是误会。你看，大家搞了个乌龙，这事儿闹的。都是误会啊，老公呀，我们呀确实冤枉人家了。你别听风就是雨的，我们没错。小弟弟，阿姨刚刚就是嘴急了一点，其实阿姨本意不坏的，你就原谅阿姨好不好？阿姨是个坏人，我才不原谅呢。我看啊，大家都看上了我们中心别墅区的这个别墅了，对吧？那这样，大家稍等一会儿，我安排你们一起去样板间看一看，怎么样？不是吧？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难不成你们安晴港？行了吧，老公，大家呀都是一个层次的人，那说不定以后还要谈个合作什么的。老公，咱们眼光要放长远一点，目光不能太短浅，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，到时候后果听懂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既然我老婆都发话了，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对，以后呀，说不定你们都是邻居呢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是不是？那这样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安排大家一起吃个下午茶，怎么样？好，好嘞，那我这就去准备去。小雨，你想喝什么？妈妈去给你买。妈妈，我想喝橙汁，那种带超大果粒的，我觉得超级好喝。好，妈妈去给你买啊。小雨，快起来！小雨，哎呀，好，不哭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好了，不哭了。有人欺负我，不让我坐在沙发上休息。妈妈知道了。谁欺负我家儿子？当然是小爷我呀！小朋友，你爸妈没有教育过你不准欺负小朋友吗？当然教过。那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家儿子？他活该，上头走错了位置，不长眼的就该被教训。
小雨，你坐到了他的位置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坐他的位置，我坐的位置是空的，空的又怎样？这里有女士的座位，有男士的座位，有孩子的座位，有老人的座位，但是就没有穷鬼的座位。你个土不拉几的小穷鬼，要睡觉就大街上睡去。赶紧给我儿子道歉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让小爷我给你道歉，吃我小爷一枪！哈哈哈！一个穷鬼妈妈，一个没穷儿子，尝尝小爷我的厉害！这个没有教养的小东西，今天我就替你爸妈好好教育教育你。错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是谁？知不知道我妈妈是谁？我现在立刻马上让你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我绝不饶了你！管你爸妈是谁呢？给我儿子道歉，快点！错了没有？爸爸，错了没有？救我！爸爸，救我！若是你的祖宗来了也没用，道歉！爸妈来了，我绝不饶你！爸妈来了，我们一起打！住手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，哥哥？妈妈这个坏女人和这个穷小子联合起来欺负我。这位女士，你竟然敢打小孩子，你也太过分了。刚才那件事只是一个误会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下，你居然还不知足，居然敢动我儿子！是你儿子仗着自己年龄大，先欺负的我儿子。我只是在给我儿子讨回公道。还有，你这孩子是该好好管管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懂不懂？哼，你说什么？你居然敢说我儿子没有家教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儿子可是3好学生。他刚才欺负我，拿着玩具枪追着我打，我手就摔破了。你胡说，是你先在这里搞破坏，我是来维护公共场所的。你这孩子是英才的。是啊，有什么问题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欺负了我儿子就得给我儿子道歉，这犯了错就应该受到惩罚，不是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英才的教导主任，我的老公则是安晴港的开发总监。今天是他第1天上任秘密视察的日子，我本不想面试，可是你居然敢欺负我儿子，那我得让你长点记性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真是搞笑！明明是你儿子仗势欺人，为什么要让我们母子付出代价？如果事情都是这样，那还有天理吗？凭什么？反正不管真相是如何的，你既然动手打人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就叫人把你们拖出去。告诉你们，我妈妈是英才的教导主任，我爸爸是楼盘的老大，小爷我在这里，我说1，没人敢说2。就算你要买房子，也得问问小爷我同不同意。你看看你儿子都嚣张成什么样了，真是上南不正下南歪。我今天真的是开了眼了。你这个有点小钱就目中无人的土包子，居然还敢对我和我的儿子指指点点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！来人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们母子俩知道什么叫做以牙还牙，10倍奉还。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可是这2位是蔡总啊！什么蔡总、王总，我老公聂总才是你们的老大，你们怕是不想要你们的饭碗是吧？听见没有？给我上！抱谁的大腿都是抱。咱们既然已经得罪了蔡总监，咱们呀就给聂总监办事。对，没错，非常合理。你们最好想清楚对我动手的下场，对我动了手，可就没有后悔药了。你们想清楚。小雨，放开！
这个穷鬼跟你这个穷鬼妈妈一起受罚吧，别受区别对待。小朋友，告诉你，赶紧道歉，不然少不了你的苦头吃。你们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！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们！儿子，刚才这个下等人打了你多少下？11、12，他打了我100下。你胡说！你撒谎！你是个不听话的孩子！你撒谎！小雨，好啊，那就打他1000下。打完之后，再把他们丢出去，再把他们母子俩的照片给我钉在门口上，上面写着：从今天起，他们母子俩和狗不得入内。就先从这个小的开始给我打。小雨，妈妈救我！妈妈救我！你们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我儿子动手！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们！小雨，别着急呀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？刚才你是用手打的我儿子，现在我用棍子打你，这很合理吧？妈妈，棍子。好儿子，妈妈今天就替你报仇。住手！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啊！蔡总监，您不是和我老公去谈业务了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给我滚开！周总，您没事吧？周总？什么周总？什么周总？不就是一个大穷鬼和一个小穷鬼罢了？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早就告诉你们了，周总是我的贵客，居然还敢对他动手！什么贵客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蔡总监，我算是看出来，你们这个楼盘就是以趋炎附势为荣耀，以嫌贫爱富为标准。我儿子要是生活在你们这个小区，那他的身心健康还真会受到影响，真是恶心。周总，他们这帮人只是个例啊，还不赶快给周总道歉！这可是连你老公都惹不起的人物，快点！凭什么道歉？我不道歉。周总，我儿子呢，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小朋友都会犯的错误。您是一个大人，就不要跟他一般计较了。我看今天这件事，要不就这样散了，好不好呀？就是，而且你还打了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错！不要跟我打马虎眼，赶紧让你儿子跟周总儿子道歉，要不然今天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过。我不道歉，我不道歉。蔡总监，我和周总只不过是一些小误会，你和我老公都是总监，你们俩是平级，你压不了。要道歉，你自己去给周总道歉去。好，你不服管是吧？那我就以扰乱楼盘销售的名义起诉你。你敢？老蔡，你敢起诉我老婆？爸爸，蔡叔叔让我给这小穷鬼道歉，但我没错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放心吧，儿子，老爸是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叶总监，你儿子欺负我儿子，不仅拒不道歉，还数次颠倒黑白。我跟你讨个说法，不过分。我只看到你联合蔡总监在这欺负我老婆孩子。老蔡，你今天联合别人起诉我老婆，还让我儿子给别人道歉。今天这事儿，你要不给我一个说法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，懂了吗？哼，老聂啊，周总可是九州集团里面的大人，你平时惯着你儿子欺负别的孩子就算了，难道今天你为了偏袒你的孩子，要得罪周总不是？你可要想清楚。哼，东城办的安晴港里的住户，哪个为人多的数不胜数，我差他这一个，
爱买不买，不买走人。真的是开什么玩笑！我难道还怕没有人来东城半岛安庆港来买房子吗？就是啊，蔡总监，你可不能因为一个外人就跟我们撕破脸皮。周总，要我说呀，今天这个事儿咱们各退一步也就算了。再说了，你的儿子还在我家的学校里读书，你们住的小区还在我老公管理着。你要是得罪了我们父亲，没你活的吃。我为什么要在你的选项里做选择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我要把整个集团买下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买下整个集团？这基本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。哎呀，周总，你这口气可不是一般的大呀！买下整座集团，怕是连海城的首富都办不到吧？哎呀，他这是吹牛皮不用上税，我还说我能买下整条华尔街呢。真是吹牛也不打草稿。周总，我劝你一句，你没这个能力，也没那个本事。毕竟这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可是上市公司，市值1000多个亿，人脉资源数不胜数。就算是海城首富，当年也是花了大力气才购买了40%的股份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周总，我知道您在九州集团里面是个大人物，但这收购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确实有点天方夜谭了，这不是一件小事啊！不许你们嘲笑我妈妈！我妈妈既然说了，她肯定能做到，她可是说到做到的。你妈妈要是能把我爸爸上班的公司买下来，我就给你当马骑。你妈妈要是买不下来的话，就别怪我把你的屁股打开挖。行，到时候看谁哭鼻子，反正我是不会哭鼻子的。我看你我都是上流社会的人，才不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非要跟我硬刚，我也不会虚你的。上流社会了不起呀！至于虚不虚，我们待会儿就知道。喂，老公，通知财团，10分钟之内给我强制收购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能收购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，我二话不说，让我全家给你道歉。看来周总这次可是摊上大事了。有点身份就来东城半岛安晴港耍大牌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周总，这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怎么一点股权变动的消息都没有收到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呀？行了，今天是我招待不周，周总，我向您道歉。蔡总监，你不用道歉，不是你的错，该道歉的应该是他们。我不只要让他们道歉，我还要让他们滚出集团。我儿子生活的地方不能留这些害群之马。吹，继续吹，再过10几秒，你这牛皮就要吹爆了。笑吧，待会儿你们可能就笑不出来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周总，这东城半岛安晴港最大的股权实在海城首富手里，除非你能让海城首富自愿放弃股份了解。不过，你觉得这可能发生吗？海城首富很厉害吗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他破产？海城的首富都不放在眼里吗？一会儿是不是要把玉皇大帝变成垃圾呀、5、4、3、2、1，先到。喂，董事长，不好了，市面上安晴港集团的股票全被一个神秘财团买走，而且对方不刚被持股，将安晴港集团的股票全部卖出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周总，
难道您真把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给买下来了？这不可能吧？就算是强行收购，也跟您没关系吧？这可能是凑巧的吧？巧合？那你也太会安慰自己。老婆，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已经买下，你拥有60%的股份，拥有绝对控股权。60%的控股权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是东城半岛安晴港集团最大的老板，我想让谁滚谁就得滚蛋，我想给谁涨工资谁就可以涨工资，现在全都得听我。呸呸呸，就会吹牛皮！等会儿我就让我爸爸给你打个屁滚尿流！你快别说了，周总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别介意，别介意啊。好啊，那就让他滚出我儿子上学的地方，我可以考虑放他一马。周总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教子无方，我给您道歉，我给您道歉。孩子他妈，还不赶快教训这个兔崽子！我这就教训，这就教训！妈妈别打了！哼，我让你惹事，我和你爸的饭碗都要没了，以后还怎么给你买好吃的？还不赶快给叶小雨同学道歉！叶小雨同学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周总，你看，孩子都道歉了，要不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凭什么要算？难道我要留着你们一家3口来祸害我儿子的生活？我要留着这个隐患吗？阿姨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再不原谅我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你是个大人，而我只是个小孩啊！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从小这么嚣张，那你的父母肯定也会更加作厉。我不给他们点颜色看，我心里会坐立难安。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明白吗？周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跪下，放我一马吧。蔡总监，哎，从今天开始，解除他的所有职务，以后他的位子和职务都由你来分配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周总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对了，周总，用不用我提前帮您预留一间办公室，或者还有什么需要我替您办的吗？不用了，我不会去，也不会插手日常的管理。以后公司日常的运作就由你来负责，管理的好的话，分红少不了你。感谢周总的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至于你们2个，如果还想领到离职补偿的话，就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，省得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周总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走，周总，网开一面，网开一面呀，周总！我真的是被鬼迷了心窍了，周总放我一马呀，周总！真是便宜那家伙了，还没让我骑大马呢。小雨，妈妈把坏人都给你赶走了，以后啊，你要好好上学，听见了吗？放心吧，妈妈，我一定给你考个全校第一，让你脸上有面子。那拉钩，拉勾勾，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乌龟。好。儿子，老公，我们一起去选大房子吧。好，好耶！走喽。